不用害怕，他们不会真的伤害你们，他们只会阻止一切想要靠近这柄剑的人。白丽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居然！稍安勿躁，很快，你们就能见证东路最大的秘密和荣耀。我的父亲曾经是这柄苍云古齿剑的主人。而当他死了，这柄剑中封印的灵魂就开始吞噬着每一个想要靠近他的，直到他新的主人出现。我的父亲，他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祭器，封印着这把至圣至邪的剑。而我将会成为这柄剑新的主人。父亲，可以把剑给我了。那是剑中灵魂的咆哮，每一个新剑主都要经历这一步。但是此刻你有剑的保护，不要害怕，去吧。北辰之身，穹隆之地，奇异奇花无始无终。姐，你们没事吧？白丽眼，你看他眼睛，不好，白丽要被那剑给腐蚀了。
快走！我继承了父亲的光荣，但我更继承了父亲的仇恨。我父亲是天驱的大宗主，可最后杀了他的也是天驱。你们都有天驱的武器，那你们就是和天驱有关。今天，你们就将成为我复仇路上的第一份祭品。苏上公，灵儿，放下那柄剑。世子，快带大家走！苏上公小心，别靠近他。世子，握住它，它属于你。
世子，世子！铁甲依然在。那是什么人？你好好看看吧，那就是你最尊敬的人，天驱武士团的大宗主幽长吉，你的父亲。铁甲依然在。这不是真的，你不要用秘术来欺骗我。真的只是秘术吗？其实秘术映照出来的往往是自己的心。你难道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世吗？先生，西将军集约此处，是查到了藏剑之所吗？之前我一直不敢相信你，所以并没有把幽长吉和那把剑的秘密告诉你。秘密？对你而言，你自己的身世和你父亲的死，是不是始终是一个秘密？百里景洪是不是一直都是告诉你，是陈月杀死了你的父亲？天驱，很难相信是不是？我们陈月的确向他动过手，但是我们很尊重你父亲这个敌人，而最终在南怀伏击他的人，正是他曾经的伙伴，那些自称是奉行正义的天驱武士团。我不信！天驱怎么会杀我父亲？他们不会杀我父亲！13年前，是陈越势力最大的时候。陈越是一群热爱战争的疯子，是他们一手策划了唐国的分裂，上唐和下唐的战争，死伤了10万余众。当时的皇帝甚至拜陈越首领为国师，一时间，帝都的3公9卿都拜入陈越门下。凡是举国之策，皆需国师御批。所以你们的人成了皇帝供奉的国师？没错，皇帝虽然坐拥天下，但他毕竟是个凡人，说服他并不困难。况且他对天驱早有忌惮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东路之主，你会允许像天驱这样难以控制的组织存在吗？皇帝如我们的意愿颁布了诏书，天驱感觉到了危机，但是只有你的父亲想要采取行动，所以他带剑入宫，想要斩杀国师。幽长吉是为此闯宫杀国师的。是的，天驱本是皇室最为秘密的禁卫军，皇室赐予当时的大宗主类似监国的身份，每一个天驱的使命和斩铁剑都以血脉相传。但是当时的幽长吉提出闯宫杀人的时候，只有极少数的人支持他，最终他是孤身前往的。你的父亲孤身入宫，令人想象不到的是，苍云谷尺剑上沾上了皇帝的血。
你的父亲成为了弑君者，但最后，幽长吉成了弑君者，他跑了出来，一路向南，寻求庇护。这么听来，他倒是个逆天的英雄。幽长吉是个大英雄，但却也是个莽夫。当时陈越的势力在朝中根深蒂固，他以为只要杀死国师，就能一举击破混沌的朝局。没想到却引来了陈越疯狂的反扑，他们利用朝中的力量，几乎把整个天驱武士团连根拔起。你的父亲是当时天地间最强大的武士，他背负着天驱的圣剑，跋山涉水，终于来到了南怀这个地方。他本来以为这里是他的避风港，却没想到最凶险的伏击被安排在了这里。我不信，这些都是你用秘术弄出来的假象，不是真的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他背负着弑君之名，天驱武士团如果不杀了他，便是与皇室为敌。然而宗主会做出了最后的裁决。当时的宗主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，分裂成两派，一派主张和陈越开战，而另一派则建议向皇室求和，代价是送上幽长吉的头颅。先生当时是保守派。是的，没有人知道那种情况之下和陈越开战会是什么后果，也许是东入政治，彻底混乱。那也正是陈越最希望看到的崩离之势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其他6名铁皇联名，以叛逆的名义驱逐了你的父亲。天驱武士团牺牲了他。然而在不久之后，继任的皇帝还是宣布了天驱为叛逆，而那份驱逐的决议，也是一道格杀令。最终，是我在通缉幽长吉的文书上摁下了印徽。大批的天驱武士南下，将幽长吉截杀在南怀城里。父亲！英雄，没人说他不是。然而现在，在天驱内在的记载中，幽长吉却是一个叛徒和一个弑君者。我们杀死了幽长吉，却没有换来皇室的和解。至今，我们仍像过街老鼠，身份一旦暴露，都逃不过剥皮灌顶的死罪。所以，先生那么着急的要找到那把剑，想重新竖起鹰旗。可是先生不要忘了，苍云古齿剑不是谁都能握得住的。没有把握，我就不会在下堂出现了。所以你今天告诉我这些，其实只是为了要利用我，让我成为陈越的棋子。所以你的心里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又何必在意被人利用呢？
你的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，门现在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自己从这个骗局里面走出来。但这一步，只有你自己能够迈出。这就是圣剑所在之地，去握住它。东宫何忠信，百里祖灵，你和姬爷一起来。再有别人，他会死。百里眼，姐，百里祖灵就在前面，快！小心！走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百里家的祖灵。祖灵？那不就是坟墓吗？百里营把羽人带到这里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但这地方我觉得不太对劲，我们得赶紧找到羽人。姐，这些尸体直接被劈裂头颅而死的，你看他们的武器，都是在格挡时候被劈断的。那么他们的对手，到底是用的什么武器？走，走。羽然，羽然！
国师，国主，剑醒了。那我授意去大柳营，让他们出兵，守住南怀各个城门的进出口。快去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是。剑醒了。不用害怕，他们不会真的伤害你们，他们只会阻止一切想要靠近这柄剑的人。白离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居然！稍安勿躁，很快，你们就能见证东路最大的秘密和荣耀。我的父亲曾经是这柄苍云古齿剑的主人。而当他死了，这柄剑中封印的灵魂就开始吞噬着每一个想要靠近他的人，直到他新的主人出现。我的父亲，他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机器，封印着这把至圣至邪的剑。而我将会成为这柄剑新的主人。父亲，可以把剑给我了。那是剑中灵魂的咆哮，每一个新剑主都要经历这一步。但是此刻你有剑的保护，不要害怕，去吧。北辰之神，穹隆之地，奇异奇花无始无终。姐，你们没事吧？白丽眼，
白灵要被那剑给腐蚀了。快走！我继承了父亲的光荣，但我更继承了父亲的仇恨。我父亲是天驱的大宗主，可最后杀了他的也是天驱。你们都有天驱的武器，那你们就是和天驱有关。今天，你们就将成为我复仇路上的第一份祭品。苏上公，灵儿，放下那柄剑。世子，快带大家走！苏上公小心，别靠近他。世子，握住它，它属于你。
父亲。我不是在我见的人吗？你告诉我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云儿，你想要见你父亲一面，我带你去。云儿，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世子，世子，铁甲依然在。雨然，吉野，吉野。沈清，沈清，沈清，谢将军，走，走，走。谢将军，
顺清。西将军，我心里有过的。师姐，我叫易天瞻，最后一个在世的铁皇。铁甲依然在。铁甲依然在。请起。那么，铁皇就是新的建主？建主不是我。我只是代表着他放出了鹰灰，想和诸位见面。13年了，如今有人重新成为天驱的大宗主，难道诸位还不想重新站在鹰旗之下吗？13年了，我每个夜晚都要枕着兵器才能入睡，总是担心黑暗中有人向我拔刀。难道铁皇真打算狙击我们，冒着叛逆之名吗？所以，你就失去了勇气，对吗？在皇室眼里，我们确实还是一群逆贼，没有了皇室尊重，单凭一把圣剑，能做什么？所以你就失去了信仰，对吗？诸位。你们要见的建主到了。原来拔出圣剑的就是万里宗主西衍，西大将军。西衍惭愧，拔出圣剑的是我身边的这位少年，青阳世子吕归尘。老师，这个少年就是建主？怎么可能？开什么玩笑！天驱怎么能由一个孩子领导？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大宗主。诸位，西将军和铁皇大人是我等的楷模，但是宗主之事事关重大。如果真是这个少年拔出的圣剑，那就还请在我辈面前显示一二。是。没错。诸位，剑是我拔出来的。可那确实是个意外，归尘没能力做天驱的大宗主。天驱数百年来就是为了抵御北路人的进攻而战斗，
怎么能让一个北路人做我们的大宗主呢？青阳世子可是北路人，世子既然不愿拔剑，我便不勉强。可是各位，圣剑既然选择了这位少年，那他必定有绝大的勇气，还有坚定的内心，那就有可能能挽救天驱。那也不行。若是有一天北路入侵此地，他要如何选择呀？对啊，对，怎么选择？他以为此时必定，陆业就是北路人，要怎么这个少年绝对能当咱们宗主。不行，没错，诸位听我说两句。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如今的天驱，再也经不起任何的动荡和分裂。铁皇大人，这些年以来，一直在收拢余晖，寻找圣剑。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能让天驱生生不息，重整乱世。没错，圣剑选择了这位少年，我们谁都没有想到。可是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既然都不惜牺牲生命，为了能让天驱的责任代代相传，那为什么不给我们自己还有这位少年更多的时间呢？你们的祖辈也曾逆风直火，在最绝苦的境地里，义无反顾地拔剑死战。是的，他们的躯体早已灰飞烟灭，但在我的心里，他们从来都不曾死去，因为他们的血脉依然在你们的躯体里奔涌不息。剑既然已经拔出，那阴旗就必将重新竖起。有人说事发突然，那好，我再给诸位3日，此地就将决定天驱的未来。老师，来，世子，我想让你知道，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柄剑。苍云古尺对于天驱来说，并不只是一件武器这么简单，它有着自己的意志和灵魂。是天驱数百年来不屈的传承，被这柄剑认可的人，便是天驱的大宗主。你就是这个人。老师，我来东路之前根本不了解天驱这个组织，而且那些天驱武士们，他们也不会认可我。有时候，不是你选择了命运，而是命运选择了你。老师可能不知道，我一直都是被推动着前进的。无论是回青阳做世子，还是来东路，其实都是命运帮我做的决定。可这些事情，我都没能做好。所以我想，我这么一个人，是做不了这个大宗主的。世子，我是一名天驱，也是你的老师。不管你做不做这个大宗主，你都要了解天驱。天驱并不是一个政治派别。
世子在这样的年纪，就成为了天驱武士团的大宗主，真是令人佩服啊！这似乎跟你没什么关系。离国使者，世子看我就只有离国使者这样简单吗？你跟那些赤牙是一样的东西。一样，也不一样。苍云古齿剑居然选择了一位北路人，而非天驱武士作为他的主人，真是令人啧啧称奇呀！世子体虚乏力，喝杯茶，应该会好很多。请。亲姐姐，世子想要摆脱藩篱，但却连一盏茶汤所带来的困扰都无法解脱啊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没有对你做什么，因为世子的一位故人，请我务必照顾世子。你不用跟我假惺惺的，就是你们杀了苏玛，我们注定是敌人。那是个意外。我相信世子的一生中，难道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意外吗？龙阁真皇的长女龙阁沁，她是世子在苏玛之外最好的朋友了吧？你们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弟。龙阁沁死在青阳部毁灭真言部的战争中，世子现在应该想起来了吧？到底是谁杀了那个女孩？你什么意思？不要！叔叔，什么事啊？慌里慌张。世子出事了，侄儿亲眼看见，骆子嫣劫持了世子。什么时候？就刚刚在街上。叔叔，这可怎么办？骆子嫣行事诡秘，如果能让你看到，一定是他故意为之。应该就在附近。世子不必为那件事情所困扰，况且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杀性，也并不是有意而为之。你是想告诉我，说我身体里边住着一个恶鬼，是吧？你们这些蛊惑人心的手段，我是不会信的。你不相信又能怎样？这就是你的宿命。世子也许忘记了，很多年以前你行将至死，是老师救了你，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弟子的性命。世子是个生性慈柔的人，可维系你的性命却要牺牲别人的性命，在世子眼中，你自己与我们这些杀人魔又有什么区别？你抓我到这儿来，不就是想得到那把剑吗？剑不在我身上，我也不会把剑交到你手里。若没有握剑的人，再好的剑也是锈铜烂铁。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要的很简单，想要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加入我们。
西将军，西将军深夜前来，是问苍生，还是问鬼神？顺清，真的是你吗？这身紫色衣裙，将军还见别人穿过吗？这紫色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将军府上花开满堂的紫菱秋。如今花期不在了，可我又出现在了将军身旁。世子，你想好了吗？你本来就属于我们，加入陈月，老师会为你治病。我不会接受你们陈月的帮助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会变成恶鬼，那么我会在那天之前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世子真是个固执的人，我低估世子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管你是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能再见你一面，和你说几句话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从前是时光太短，来不及与你相亲相近。如今我心愿已了，我们有很多的时间。你真的已经放下了吗？如果是，在地宫里你还给我的东西，可以再重新接受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个答案，我曾经辗转反侧，期待过多少个日夜，没想到从一个幻象里这么轻易地脱口而出。将军不相信我吗？如果他能够这么轻易地放弃自己的选择，我怎么会这么多年求而不得？你空有他的一副皮囊，却不及他的柔韧与坚定之万一。世子觉得天区是光明的，我们就让世子去光明的那边。世子觉得我是恶人，觉得陈月是黑暗的，那我的命便是世子的了。直到有一天你会知道，黑暗里的人才是真正关心你的人。世子，你生来就与我们是一体的。陈月的术士没有对你不利吧？我没事儿，让老师担心了。走。启禀国主，西将军求见。请。拜见国主。孤听闻骆子嫣劫持了世子，世子现在如何？臣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被骆子嫣所伤，但并无大碍，现在正在归弘馆休息。无大碍就好。这个骆子嫣现在何处？已经死了，而且他的身份不只是离国的使者。他身死的时候，赤牙的果身空有一副皮囊。这个骆子嫣为什么要劫持世子？据臣猜测，应该和世子来的时候遇刺一样，是有意要破坏我们跟青阳的结盟。
西将军，祖陵震动跟骆子嫣劫持世子之事是否有关系呢？臣不知，臣没有去过祖陵，不敢妄加猜测。西将军，替我照看好世子，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是。西将军，世子呢？回西将军，世子自从回来便一直待在里面。老师，世子